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构图中的纵深感。大家都知道，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，无论这些物体有多么的立体，当我们通过拍摄把它变成一张照片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平面的画面。那么我们怎么通过摄影的方式使我们拍摄的画面更具立体感呢？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拍摄手段，使一张比较平面的图片表现出三维的效果，也就是纵深感，我们常说的立体感。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我们使用广角镜头靠近景物拍摄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呢，就比较容易的成为一张距离感夸张、纵深感很强的作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骆驼的照片，拍摄者通过广角镜头靠近动物的头部进行拍摄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远处的山脉、远方的地平线以及天空中的云彩。这张照片作者通过近大远小的关系产生了空间感和层次感，拍出了这张非常有趣的照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，拍摄者通过远方连绵不断的山脉，再通过长长的围墙以及前方的树叶和前方的参天大树，构成了一张层次分明、纵深感比较强烈的照片，使整个照片看起来更为立体。如果说拍摄者只对树的部分进行拍摄，或者只是单单对自行车进行拍照的话，很难产生层次感和立体感，因为它缺少前后的对比，没有层次。所以这张照片的构图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瀑布的照片，远景是这个瀑布，中景是这一潭清水，前景是巨大的山石和流淌的小溪。作者通过远景、中景还有近景，使画面的层次分明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作者本身也用了近大远小的原理。我们在营造纵深感的同时，增强照片观感和印象的一个技巧是通过虚化背景，使对象景物自然地浮现在眼前。这张作品就是作者通过虚化背景的方式营造出的纵深感效果。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远景部分被虚化，而前方的花瓣和花朵非常的清晰，使画面达到了主体突出。虚化的背景拉开了和主体的距离，增强了画面的纵深感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黑白照片，作者通过黑白两色及光的运用，使画面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光是从这个位置投射过来的，在桌面上留下长长的阴影，而背景基本上用黑色所覆盖。所以我们如果善用光的方向，从而体现出所拍的景物的纵深立体的感觉。光影朝向什么方向，各个朝向下的拍摄效果又是什么样的？如果熟悉这些内容，无论是拍摄风景、随拍还是人物，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拍摄出具有纵深感的照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，远方的山脉，中间的池塘，前方的山石，再加上主体人物的塑造，构成了一张非常完美的画面。所以我们说，一幅表现透视感比较成功的摄影作品，应该在前景、中景、远景三者分配上保持均衡和对比，这样就能完成一张比较好的摄影作品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作品，作者通过车灯所拉出来的线条形成放射状，通过近大远小以及运用广角镜头，使整体画面的空间纵深感很强。有些拍摄者呢，总觉得自己拍摄的照片很平，空间纵深感不强，这是因为主要有两个原因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缺少必要的前景。
还有一种原因呢，就是前景、中景和远景的对比还不够大，使得前景没有达到应有的衬托效果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关于摄影的纵深感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